好，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這個 continuous time 的 convolution。那基本上我們在之前的這個 discrete time， 我們已經學過了 convolution， 它相當於是可以了解說系統的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。那我們有一個關係是這樣子，當 S of n 輸入一個系統是它的 impulse response 是 h of n， 則它的輸出呢 y of n 呢，我們可以寫成 y of n 等於 h of n 跟 s of n 的 convolution。那我們說它就會等於一個 summation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k 乘上 x of n 減 k 的一個這樣的計算。那如果是 continuous time 呢，基本上它的過程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好 ，continuous time， 如果是 CT 的话，那它其實就是說，我們把 S of n 換成 S of t， 輸入一個系統，這個系統的脈衝響應呢是 h of t， 它的輸出訊號呢是 y of t， 這 y 呢一樣。它的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，也可以用 h of t 跟 s of t 的 convolution 來做表示。那唯一不同的是說，那我現在是 continuous time 嘛，所以我的並不是一個一個去做不連續的加總，我做的是一個連續性的加總，也就是積分嘛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。那我們之前的變數是用 k， 這邊的變數呢習慣用 τ 來表示 ，h of τ 乘上S of t 減 τ d τ， 這個是我們這個章節所要去學習的一個計算。好，對於任何的這個 LTI 系統，好，輸入跟輸出的之間的關係呢，可以用 y of t， 再寫一次。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h of τ s of t 減 τ d τ， 用這樣子的一個 convolution 的公式呢，來描述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。那我們在我們的計算式上面呢，我們把這樣的式子描述成 h of t 好跟 s of t 的 convolution。事實上，它這樣的過程它也會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s of τ h of t 減 τ d τ， 好，也會等於 s of t， 也就是說跟 h of t 跟 h of t 的 convolution， 這樣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是 h 跟 x 的 convolution， 還有 x 跟 h 的 convolution， 它們兩個之間的這個運算呢，跟乘法蠻像的，它是可以交換的。那我們稱這個叫做交換性，或是交換的方式。這兩個之間是可以交換的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就來證明一下。首先， h of t 跟 x of t 的 convolution， 它會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τ s of t 減 τ d τ。那我們做一個變數變換 let 一個這個 sigma 它等於 t 減 τ， 然後呢，且這個底 sigma 會等於底負的底 τ。好，然後把這樣的一個變數變換呢，把它帶到我們的這個運算裡面去，所以它就會等於，如果你的 t 減 τ 改成 sigma， 那 τ 呢，好，移項過來 ，τ 呢，好，τ移過來嘛，
所以就變成 t 減 sigma。所以這邊這一項 h of tau 呢，它就會變成是 t 減 sigma， 對不對？那原來的 t 減 tau 呢，它就變成是 x 的 sigma。然後呢，本來的底 tau 就變成是負的底 sigma， 對不對？你本來的d tau 就變成這一項。那上下限呢 ，tau 是負無窮大的時候 ，tau 負無窮大的時候 ，sigma 呢是正無窮大，正無窮大。tau 是正無窮大的時候帶進去 ，sigma 是負無窮大。那這個負號，我們可以讓它的上下限的位置對調，所以它就变成是負號吃掉嘛，讓它的上下限的位置對調。好 ，x 寫在前面 ，h 呢是 t 減。那事實上，這樣的運算就跟這裡一樣啊，對不對？這裡的 tau 跟這裡基本上是一樣的，所以它最後就會等於 x of t 跟 h of t 的 convolution。所以我們說 convolution 是可以交換的，這個 h 放前面跟 x 放前面的，基本上它是一樣的意思。OK， 好，所以如果这我們在 discrete time 也講過，如果你把兩個系統連接在一起，這整個大系統合起來的這個等效系統，它其實就是相當於是 H1 跟 H2 的 convolution。OK， 合起來第一個是 H1， 第二個是 H2， 兩個 LTI 系統，那合起來就是 H1 跟 H2 的 convolution。那既然 convolution 可以對調，其實這個系統它也相當於你可以把 H2 先放前面 ，H1 再放前面。這兩個你是串接的，那放前跟放後，其實它的結果呢，基本上是一樣的。好，這是用串接兩個系統的時候，在 continuous time 呢，它是一樣的。那我們可以用這個 convolution 的交換性的來描述這件事情。那另外一個方式不是串接哦，是類似像並聯的形式。如果我們把兩個系統，H1 跟 H2， 我有兩個 LTI 系統，它不是串接，它是並接。那因為我們的這個 LTI 系統是線性的嘛，所以你一個 impulse response 進來，這個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是 H1， 這個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呢是 H2， 那你合起來的系統其實就是 H1 加 H2， 好不好？我們的等效系統就相當於是 H1 跟 H2 的一個加總。好，所以串接是 convolution， 並接呢就看我們這邊運算。如果我們這邊加法，那當然這就是加起來。OK。好。那我們有了這個 convolution 的運算的時候，我們就先來練習一個這個例題。好，這個例題是這樣子的，我有兩個訊號。好，一個訊號呢是 s of t， 輸入訊號呢，它是一個這個 unit step function。好，就是說它在 t 大於1的時候，我這個就會有訊號。
們在 t 大於1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，就是它就會有訊號，這是 s of t。然後呢，我們有另外一個訊號呢是 h of t， 就是我們的 impulse response， 它呢會等於是 exponential 的負 t ut。畫成是一個，如果畫成是一個函數圖形呢，它相當於是說你是一個 exponential， 可是你在 t 大於0的之後才開始有值，也就是說你圖形看起來像這樣的，先一開始都沒有值，那 t 等於0的時候呢，開始從1開始，然後呢開始衰減。好，那這是大自然界中呢很典型的一個圖形。啊，從1開始衰減到沒有。那我今天想要問說，那請問 yt 是多少？那當然因為我們知道 convolution 的運算嘛，所以 y of t 呢，它呢会等於是，我先寫出公式哦。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h of tau 乘上 x of t 減 tau d tau， 好，這是 convolution 的這個運算。OK， 那它呢就會等於什麼 ？h of tau 嘛，那你就把它帶進去。好 ，h of tau 的這個 tau 帶進去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exponential 負 tau u。tau 乘上什麼？乘上 s of t 減 tau， 就是 t 用 t 減 tau 帶進去。好，這個換成 t 減 tau， 也就是 u 的 t 減 tau 減1 d tau。好，這個就是這個我們要計算的這個積分問題。那這邊會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u 的積分。跟我們一開始在講上一個部分在講 delta 的積分一樣 ，u 的積分呢是我們這個裡面會比較困擾的地方。可是其實如果你了解 u 就是 unit step 呢，它不過就是一個0或者是1的一個訊號，所以說它其實很簡單的。好，在你的計算裡面呢，你只要去判別說什麼時候它會回0。什麼時候它會為1，就很容易計算。那如果是0就不用算了嘛。那如果是1也不用算了，因為 u 就不見了 ，u 就變成是1了。那剩下來的積分問題就跟 u 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所以你遇到 delta 的積分，記得任何函數乘上 delta， 啊，你只有在那個時間點訊號會被取出來。任何訊號乘上 u 不過就是要麼是0，要麼是1的一個訊號。好，所以在做這個積分之前呢，其實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解析 u 在哪個時候是有值的。那第一個，我有一個 u tau 嘛 ，u of tau， 所以它呢 tau 呢一定要大於等於0，對不對 ？tau 一定要大於等於0，你 u 才會等於有值嘛。第一個。第二個呢，這個 t 減 tau 減1一定要大於等於0。好，也就是說 tau 呢是小於等於，好 tau 一項過來小於等於 t 減1的狀況下呢，這一項才會有值，才會等於1。那兩個合起來看。tau 呢，它必須大於等於0，以及小於等於這個 t 減1的狀況之下，才會有值。這是第一個。第一個要件 ，tau 在0到 t 分之1才會有值。如果不是0到 t 分之1，我們就不用積分了。好，因為它這一項就等於0了。沒有在這個範圍裡面，這個就等於0，不用算了，你就直接等於0。那如果在這個範圍裡面呢，我還要有另外一個條件，
tau要小於等於 t 減1，也要大於0，也就是說 t 減1同時也必須要大於0，對不對？也就是說 t 減1啊，也一定要大於等於0，所以 t 一定要大於等於1的狀況之下呢，好，我們的這個問題呢，才需要繼續算下去。所以剛才的這個運算呢，y of t， 它其實是可以分成2個部分。第一個，如果是 t 小於1的时候，大於等於1就要算嘛。那小於1的話呢，它是 t 的函數嘛，所以我們看 t 小於1的時候呢，就不用算了，它等於0。好，因為這個要件已經不符合了，這2項一定會有一項等於0。那有一項等於0的時候呢，這整個積分就不用算了嘛，等於0。那當 t 大於等於1的時候，啊 ，t 大於等於1的時候，我們就要算了，我們要算這個積分，tau 的積分。我們又知道說 tau 啊，它是在0到 t 分之1裡面有值，也就是我們的積分其實只需要積0到 t 分之1。那有值呢，就是這2個同時會為1啊，啊，有值就是它不是0嘛。啊，就是這2個都是1，所以2個都是1，就整個問題就變成很簡單啦，負 tau 抵 tau， 啊，整個就變成是一個 exponential 負 tau 的積分的問題。那 exponential 的負 tau 的積分就等於負的 exponential 負 tau， 對不對？那我們上下限呢是 t 減1 0，也就是負的。exponential 負 tau t 減1帶進去 tau 裡面，負的這個t 減1，零帶進去就是1減1，所以呢，這一個答案呢就會變成是負號再帶進去嘛，所以就是1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t 減1這樣，好，所以 convolution 第一個你有公式，第二個，如果你遇到 u 的積分或者是這個 sigma 的delta 的積分的時候，你只要知道它們的特性，尤其是 u， 它就要麼是0，要麼是1的一個計算，所以我們並不用把它想得太難。那 y 呢？好，剛才的答案 y of t 呢，它會等於1減掉這個 exponential 負 t 減1。那我們來看看說，如果畫成一個圖形啊，這個是在t 大於等於1的情況下，那 t 小於1的情況下呢，基本上它的答案是0。所以你如果把這個東西畫成一個圖形呢，它其實是這樣子。你呢，一路到1之前呢，都不用畫，對，因為它都等於0。那之後呢？從1開始，好，從1開始，1開始的時候是什麼？1開始的時候是1減1等於0，1減1等於0，也就是這項是0 exponential 0等於1嘛，那1減1又等於0，所以一開始是從這項開始，好，這個點開始，從0開始，然後隨着 t 越來越大的時候。就是比如說2減1，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1，然後3減1 exponential 的負2，就是這一項就是 exponential 負的越來越大，啊，負的越來越大，
exponential 負的越來越大呢，相當於是它的值越來越小，趨近於零。也就是說，它最後這項 t 變很大的時候，它這項會變成零啊，這個值就會趨近於1，所以它其實看起來就像這樣子。然後最後呢，它會收斂在這個1的位置，因為這項最後會幾乎變成0嘛，對不對？然後它最後好就是大約好會收斂在這個1的這個點。這個呢，就是第一個簡單的例題哦，去計算這個convolution， 用公式的方法呢去計算一個 convolution 的方法。好，那 convolution 呢，用公式的方法計算呢是一個方式。那另外一個方式呢，我們可以把整個問題變成比較用圖形的方式來看。好，其實直接用公式出來就可以了。可是我們想要用圖形來看，看看它比較像什麼樣的感覺。首先，剛才的問題是這樣子：我們的這個 s of t， 好，我們的 s of t 呢，它其實是这個等於 u 的 t 減1。然後，我們的 convolution 的計算是這樣子，就是，y of t 呢，它等於這個，就是比如說，假設我今天的計算呢是這個 h 跟 x 的 convolution， 那你就可以想象成是。就是它的公式就是積分 h of tau s of t 減 tau d tau。那我們今天就想象看看說 t 減 tau 這個式子，如果用圖形上面來看，它看起來像怎麼樣？好吧，它看起來像怎麼樣？那首先我們來看看，y of t 的狀況，啊 y of 0的狀況。如果你要算 y of 0，這整個式子就變成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t 帶0嘛，對不對 ？h tau 是固定，然後變成是 s of 負 tau d tau， 這是你要算 y of 0。那如果你要算 y of 1，我用另外一個顏色畫 y of 1。你呢的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tau s of 1減 tau d tau。好，那 h of tau， 好，我們的 h of tau 基本上剛才我們已經畫過了，我把它等一下我也把它寫出來。h of tau 基本上就是這個圖形，圖形的形式它是不會動的。我們現在要觀察的是 x， 好 x， 但是我也把 h 寫出來 ，h of t 呢，它會等於這個是負 t 的 u t。好，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？我們現在想要觀察這一個乘法，用圖形上面來看是怎麼樣。首先，我現在想要畫出 s of 負 tau 長什麼樣子。第一個，我先想要畫出 x of tau， 這是最開始的狀況。x of tau 是等於 u 的 tau 減1嘛，也就是說 x of tau 呢，它基本上應該是長得像這樣。好，在1的這個點呢，它上去。好 ，s of tau 應該長得像這樣。那 s of 負 tau 呢？很簡單啊，它就是反向過來嘛。对不對 ？s of 負 tau
畫的有點擠。它基本上就是把整個 x 反向過来，這是 s of 負 tau。那 x of 1減 tau 呢？我們現在已經畫出 s of 負 tau 嘛，就長這樣。那 s of 1減 tau 呢？如果你今天把這個函數，就是你另一個函數叫做 g of tau， 它等於 s of 負 tau。好，假設，那你的這個，如果你今天的是整個函數變成是 g of tau 減1，好，就是 tau 帶 tau 減1。x 呢就會變成是負的，好，tau 減1，好，也就是等於 x of 1減 tau。好，我們剛好想要畫 x of 1減 tau， 好，我們剛好想要畫 x 1減 tau， 也就是說，你 g of tau 變成 g of tau 減1，代表什麼？代表其實你的整個函數是怎麼樣？再往右邊移一格，所以你的這個函數，如果是 s of 1減 tau， 其實相當於你的整個圖形是從這邊再往右邊移一格過來。這是 s of 1減 tau， 以此類推啊。如果是這個 s of 2減 tau 呢，它相當於是你的這個再往右邊移一格。這個是1，啊，這個是0，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整個圖形的含義。當你這個值你要求 y of 1，好，那如果你要求 y of 2，你就相當於是你想要求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，然後呢 h of tau 乘上 x of 2減 tau d tau。好，所以你就相當於是說你的圖形是 h of tau 這個圖形去乘上 x of 2減 tau 這個圖形。OK， 那 h of tau 的這個圖形是長怎樣？好，我要求原來的 h of tau， 好，乘上 tau， 它是一個這樣的函數嘛，也就是說它本來的函數的長相是長這樣。高一點，比較清楚一點。好，它本來的函數是長這樣子。那如果你要求 y of 0的時候，你相當於是，好，這個嘛，你是乘上 h of tau 乘上 x of 負 tau， 就是這 x of 負 tau 是這一項。你要求 y of 0的時候，所以這時候你的這個 x 畫出來是這樣。好，所以這個圖形是 x of 負 tau。這兩個圖形相乘，沒有東西嘛，對不對？所以這時候是沒有訊號的。什麼時候開始有訊號？往前推一格。好，我現在這個是這個顏色哦，就是 y of 1的時候，我的整個函數，好，淺藍色是這個，整個函數是往前推進一格，到這邊。
好，那這個函數呢是 ESO 一減 tau。兩個相乘開始慢慢有訊號咯。那最後一個，如果你想要求 y of 2，你用的圖形是這個。好，這個太高，不過這邊一樣哈，都是一樣的意思。两個圖形開始有重疊，所以紅色乘藍色開始有值，所以 y of 1開始這個圖形兩個圖形開始重疊了，從1以上才開始跑訊號出來。那你看我們的這個剛才的結果，從1以上才開始有訊號出來。好，所以這個 convolution 其實你可以想象成什麼？好，想象成什麼？你的這一個公式的這個位置 s of t 減 tau， 你可以想象成 flip， 好，就是翻轉，先翻轉 flip， 然後呢再 shift， 先翻轉再 shift， 就是你可以想象成这個函數的樣子。那這個圖形的想象只是說，如果我們沒有做計算之前，其實我們可以先想象成，把我們的 convolution 想象，其實我是把其中一個函数先翻轉，再位移，然後看看說兩個函數的相乘的情況是我們能不能感覺出來？好，大家腦海裡面可以先大概猜出說它 convolution 的結果是長成什麼樣子。好，那我們再練習幾題這個 convolution 的例子哦。假設我有一個訊號 s of t 等於這個 exponential 負 at 乘上 ut， 然後呢，我的脈衝響應呢等於 exponential 的負 bt， 好，乘上 ut。那當然，現在這個是 b 不等於 a， 那這個是典型的在練習 convolution 的運算的時候會用到的、會做的一個例子。你要求 y， 好，等於這個，好，我們今天反過來做，好 ，xt 跟 h of t 的 convolution， 啊，基本上兩個是一樣的。那它呢就會等於，哦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s of tau 乘上 h of t 減 tau 底 tau 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運算。那我就把它帶進去啦，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，x of tau 就是帶進來，負的 a tau u tau 乘上 h， 負的 b t 減 tau 帶進去的 t 減 tau u 的 t 減 tau底 tau 這樣子。好，那這跟剛才的問題其實是一樣的。你接下去的運算，你只需要解決這兩個人就可以了。u 嘛，要麼0，要麼1，所以你這時候就開始要去分析它的上下限。好，第一個，你要有值的話，就是 tau 呢要大於等於0。你這個要有值的呢，就是你的 t 減 tau 呢必須大於等於0，也就是你的 tau 呢必須小於等於 t。所以總合起來，好，總合起來 ，tau 呢必須大於等於0，小於等於 t， 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 ，t 必須大於0嘛，對嗎？啊，就我們剛才知道 t 必須要大於0。好，你才能夠滿足這個條件。OK， 所以整個計算就簡單啦。好，你是要算 YT 嘛？那 YT 呢？如果在 t 小於0的時候就不用算了。
在 t 小於0的時候呢，就不用算了。那如果 t 大於0呢？好 ，t 大於0的情況之下呢，就是這項會等於1，這項也會等於1。好，那就變成是它問題就變成是一個很簡單的積分問題哦，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a 涛乘上1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b t 減涛乘上1 d 涛。好，在 t 大於等於0的情況之下，好，而且你的涛呢，上下限是0到 t， 對不對？因為你要在0到 t 之間才是有值嘛，所以就是0到 t。所以整個問題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很簡單的積分問題了。那這個 t 小於0的這一項呢，好，這一項，好，它就等於就是積分的0到 t， 好 ，exponential 負 a 涛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t 減涛 d 涛，它呢可以拿出來算，它就等於，啊，就是說，比如说你這裡有個 t 嘛 ，t 對於涛來講它是常數，所以你可以提出來，啊 ，exponential 的負 bt 提出來，然後呢把有涛的合併，一個是負 a 涛，一個是負 b 乘上負涛，也就是正涛，所以變成是变成是0到 t， 好，0到 t， 然後呢 ，exponential 的這個，就是負的，好，負的這個，就是這裡有個負涛，如果提出來，好，就是變成是 a 減 b 乘上涛 d 涛，然後之後你把這個做積分嘛，好，把這個做積分，它呢就變成是這個這項提出來嘛，就是變成負 bt 好乘上這個這項提出來應該是 b 減 a 好 a 分之1，然後乘上呢這個負 a 減 b 涛，然後涛呢帶0到 t 等於 exponential 負 bt 乘上 b 減 a 分之1乘上這個 exponential 的 t 帶進去嘛，好，所以變成是 bt， 然後bt， 然後加 at， 是這樣子。然後呢，再0帶進去嘛，減1。那你把這個乘過去，這一項乘進去，你會把這個 bt 消掉，這是負 bt 嘛，這邊有一個正 bt 消掉，然後再乘1，所以最後它就變成是 b 減 a 分之1的，好，就是等一下哦，這裡寫錯了。因為負 a 前面應該是減號，所以是 exponential 的這個負 at， 再減掉這個乘進來嘛，對不對 ？exponential 的負 bt。好，所以剛才的這個答案，就相當於是它呢。在 t 大於等於0的時候呢，它會等於是 b 減 a 分之 exponential 負 at 減 exponential 負 bt。t 小於0的時候等於0 ，t 大於等於0的時候等於這個值。你硬是要把它合併，其實是可以的，
好，最後的答案等於兩個合併起來，好，兩個合併起來，它們其實就等於是，因為它相當於是這一項乘以 u 嘛，因為 t 小於0的時候沒有值 ，t 大於等於0的時候才有值，也就相當於是 b 減 a 分之 exponential 負 at 減掉 exponential 負 bt 乘上 u 的 t， 好，這個就是最後的答案。那最後呢，我們再練習一個問題。好，這個在我們在 continuous discrete time 的時候呢，其實也做過。也就是說，你任意函數，你要跟一個 delta， 比如說 t 減 t1 來做 convolution 的時候，你可以帶公式。好，你可以帶公式去計算。那但是呢，其實也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。好，比如說你 f of t 跟這個 delta t 減 t1 的這個convolution， 好 delta t 減 t1 的 convolution， 那其實它就相當於說你把一個訊號，好 f of t， 你丟進去一個系統裡面，這個系統呢是 delay 怎麼樣 delay t1 的一個系統，所以它其實最後一定會變成 f of t 減 t1 的。啊，你直接帶公式進去算也可以，可是你直接這樣算，它其實啊，它就等於你把它送到延遲系統嘛，它就变成 f of t 減 t1。第一個，第二個，兩個 delta 做 convolution， 那你就隨便你把一個想成輸入，一個想成 impulse response， 把訊號再延遲2，好，那這個其實就可以很快的得出來，它就變成是 t 減掉 t1 減 t2。好，那這種的話，你跟 delta 來做 convolution 呢，就如果你了解的話，事實上是可以不用帶公式的。那最後一個 ut 跟 delta t 呢來做 convolution， 好，它最後呢就變成是 u 的 t 減 t 這樣子。好，這個就是 continuous time 的 convolution。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。